今天这顿宴席呀，我老朱可是放开了度量啊！哼，你不曾见站在你身旁的司宴官惊得嘴都合不拢吗？刚刚皇帝说，市中心斩龙台上的龙泉宝剑被一阵妖风卷走，我答应替他找回来。哎呀，我的哥呀，你看他惹祸，饭也吃了，黄捐也给了，还降什么妖除什么怪呀？不如早点歇息了事。哎，真是的。哎，我说二弟啊，此事光我一个人恐怕是不行啊，必须得有个帮手。哎呦，哎，不好了，你一定要请我。正是。哥呀，你是没吃东西啊，你不觉得累？你可不知道啊，这吃饭是世间最累的事儿啊！哎，我老朱吃完了就想睡觉了。还是老话，不去可以，让俺老实打午睡散心。罢了，俺老朱还是去吧。要干事便赶早啊，否则俺老朱瞌睡该上来了。这也好行事，我们马上动身。去哪儿啊？去找偷剑的妖怪。啊！哎！姑父，侄儿不孝，虽然得成正果，却不能为您洗雪招冤。玉帝封侄儿为洛阳司语大龙神，可孩儿宁可不要这天职。今日，孩儿特从洛阳城中取来龙泉宝剑，来洛河祭祀，望姑父泉下有知。便只是知道哭些什么，哭得俺老朱心里也怪难受的。大哥，好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放心，这件事情哥哥一直记在心里，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事情已经过去100多年了，连师父和三太子都不敢出头，更何况你我。大哥，玉帝封我为金神天龙洛河司语大龙神，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！姑父为我冤死，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伸冤。不管事情过去多少年，只要是不公，我石敢当就要管。可怎么管？连师傅的……三弟，相信哥哥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我相信你。三弟，这龙泉宝剑乃是凡间之物，要完璧归赵。是。
华宫有门上的3卿把守，此门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开，即便是我，也不可能。正要如此。崇华宫自今日起由斗牛宫28宿轮流把守。时伫立泰山之巅，雄指天东之门，并挟冲于3界之外，秉邀业于忤逆之中。自此，天下安宁，3界和谐，风调雨顺，河清海晏。立时去邀，绝功甚为者，乃泰山十圣，3界大护法石敢当。朕因其卓功智慧，彰显其忠勇不屈，特爵封为玄天高觉永圣广利天尊。陛下。石敢当方入天流，位列神班，竟受天尊之封禅，位列神班第1等，与太上道祖、金星老仙、五化天尊、武圣天尊以及紫微真武2大帝同受供养，这有些不大合适吧？臣虽是石敢当之师，却以为封禅过重，请陛下三思。哎，显圣所言诧异。石敢当却拒邀魁罡于化外，宁定天庭，祥和3界，是至伟之功劳。陛下，如此封赏，正合其功。显圣不必太谦了。海会大神所言极是，石敢当不仅忠勇智慧，且仁慈宽厚，位列神班1等，正是得其所在。显圣不必过虑。哈，显圣不必过虑。敢当既蒙众位天尊大帝如此抬爱，杨戬也无话可说，在此谢过众位大神。显圣太谦了。哈哈哈哈！敢当还不谢过玉帝大恩？臣石敢当谢陛下天恩，然臣宁愿放弃天尊之封赏，只求陛下还臣一个公道。天尊之封，万劫难逢一次，而怎能随意放弃？还不快跪下谢恩！师父，请让我把话说完。你，陛下，臣降妖也好，除魔也罢，不为封赏名利，不为位列天齐，也不为身在神班，但只为天下至公，没有不平事，没有人吃人，没有冤死冤杀。臣今日宁可不做这个永圣广利天尊，但求陛下能够给臣一个公平。也罢，你说说看，给你一个什么公平啊？金身天龙洛河私语大龙神敖身，请你站到玉帝面前。玉帝可还记得100年前赵黑虎梦斩洛河龙王之事？朕当然记得，那是因为洛河龙王延误时辰，克扣降雨典数，罪犯天条，这才被送上寡龙台。洛河龙王乃敖身的姑父，依敖身所言，洛河龙王乃被冤杀，求玉帝复查此案，还天界一个公道。哦，冤杀，简直是危言耸听！天界怎么可能有冤杀之事？石敢当，
身为天神，怎可信口开河？自古天公地道，从没有听说过天界还有冤案。师圣之言是受了何人的挑拨？哎，石敢当，自古天道无私，肃静高悬，怎么可能有冤假错案？更不可能有冤杀之事。而误听误信，罔顾天道，实为不智之举。敖申，你来说说吧。启奏玉帝，100年之前，臣与武德星君之子武吉因口角而起争执，发生殴打。我父敖润将臣交于武德星君处置，臣不堪凌辱，便跑到姑父洛河龙王家中住下。武德星君仗势欺人，又跑到洛河要人。幸亏在此之前，姑父到9天应元府雷声普化天尊处替臣讨下了洛河龙兵都统之职，使得武德星君无法得逞。臣想来，雷声普化天尊应该还记得此事。不错，果有此事。当时武德星君要本尊严处洛河龙王和敖申，是本尊说道：“大家同殿为臣，不过是小孩子的几句嬉闹，此事就此作罢也就是了。”武德星君，事情是这样的吗？是，正是。敖申，你接着说。当时臣以为此事已完，没想到几天以后，古河龙王因和一位神算先生元首成打赌，克扣了洛阳城中降水之术，违反天条。什么？是古河龙王克扣降水点数？此事不是洛河龙王所为吗？是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是古河龙王罪犯天条，为什么死的会是洛河龙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敖申，你这丧家败门的逆子，竟还敢在这里巧言令色，说什么古河龙王克扣降水，真是一派胡言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请您立刻下旨将敖申法办。武德星君，你这天庭败类，舞弊佞臣，若不是你从中捣鬼，怎么会有500年前那起冤案？我姑父洛河龙王又怎会冤死挂龙台？你这畜生，在此妄言，莫怪本星君无情。陛下，当年古河龙王罪犯天条，武德星君故意在陛下驾前请查此案。结案后，他接受古河龙王大批贿赂，2人沆瀣一气，串通水德星君陷害洛河龙神，致令洛河龙王无罪遭杀，冤沉海底，100年难雪。陛下，臣所言句句事实，陛下神界领袖，法力通天，一看便知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敖申滥言诬陷，公报私仇，臣万死不敢做此忤逆之事，望陛下明察。而且当年查此案，乃是陛下钦点微臣钦差，敖申诬陷微臣，就是诬陷陛下。此子脑后长有反骨，极不顺从。100年前火焚古河龙宫，罪犯天条，而今又在凌霄殿上挑起事端，实为逆臣是也。求陛下降旨严责。陛下慧眼如炬，察天下尚如弹指一般。不要说这种小事，臣请陛下纵慧眼查此案，辨清中间，还天界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替天行道。求陛下做主。这2个亡人都跪在那儿鬼叫，我要不去，倒显得老朱没有义气了。求陛下做主。陛下，石敢当等人公然质疑天界无私，怀疑圣聪，实为用心险恶，罪无可患。求陛下不可听其谗言，维护天道尊严要紧。陛下，武德星君所言极是，请陛下维护天道尊严，维护天道尊严。自古天公地道，人皆尽知。就
怎能想到，堂堂天庭竟会有如此冤屈之事？陛下，夫迷途知返，枉折事矣。变清中间，洗雪沉冤，更是匡扶正义之事。没有人会认为陛下因此而失去了尊严，反倒会为陛下的勇于认错感到钦佩。如果陛下明知情冤，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听之任之，如此做法有违天公地允，与庶人何异？实为天下耻冷啊！陛下，实敢当巧言令色，妖言惑众，欲在众神之中抬高自己，贬低陛下。陛下，切不可听从啊！不得！奸佞小人，天庭败类，为掩盖自己的罪行，竟拿天地尊严当作挡箭牌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这等奸佞之徒乃天庭祸害，绝不能留。求陛下即刻施慧眼观百年，辨明是非。求陛下做主！求陛下做主！陛下，100年前之案事小，天地尊严事大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自盘古开辟红军造神，天庭之所以公允无私，就是因为天地有慧眼，众神有异能，令奸佞小人无所遁形。而今天案有异，当遵循天地之法理，以慧眼定是非。请陛下秉公处置。请陛下秉公处置。请陛下秉公处置。天地众神虽有慧眼异能，却不能罔顾天道尊严。且100年前之案，洛河龙王被杀之后，其家人并未申诉，何以100年之后却来讨还公道？其行不顺，其理不通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。尔等，且起身来，此事当从长计议。是。请玉帝应允，否则臣不敢起身。哦。石敢当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想要挟玉帝公报私仇吗？什么叫私仇？哼哼，这就叫私仇。如果洛河龙王不是敖慎的姑父，此事你会管吗？在座众圣，知我石敢当者震怒。只要有人能说出一件我石敢当因私废公之事，陛下，洛河龙王之事，我绝不再提。石敢当性格耿直，生性公允，从不藏私。怎么样？还有何话说？你要干什么？石敢当就是要管世间不平之事。你石敢当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就凭你的萤虫之光，能管得了世间所有不平之事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凡人尚且能够做到，难道我们这些被称作神、称作圣的人，连凡人都不如吗？我想请问二位星君，如果罗天众神都像你们这样贪财好色、倒行逆施、罔顾法理、仗势横行，天地主张的大同世界何在？到那时，我们便不再是神是圣，而是一群空有神力、不顾是非曲直的恶汉。石敢当，你虽已成神，可身上妖气十足，只为天庭所不容。如果天庭能容的都是你们这样的无耻奸佞之辈，石敢当情愿下界为妖。敢当，不可胡言！石敢当，本座对你轻言有加，你不要过为己身。今天乃安天庆功之会，此事容当后议。身为天庭主宰，遇冤案不平，竟然袖手旁观，听之任之，任由奸佞横行，世风日下，难为众神楷模，难成天界领袖，令众神齿冷。你敢当，你胡说什么？石敢当，你好大胆子！
竟敢公然侮辱玉帝，我定不能与你甘休！哼，像你这种奸险恶佞之徒，早晚出卖天庭，卖身投靠，不过是天界败类。你不得无礼！众神齐上，将这犯上的逆贼拿下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请玉帝为臣做主啊！陛下，石敢当竟然如此造次，在地前公然殴打2位西君，实在嚣张至极，求陛下严厉处罚。石敢当，贫道观察，似乎是武德星君先动的手吧？陛下，石敢当是想打死微臣，求陛下做主啊！这等奸险小人有不如无，不如大杀痛快！来！住手！石敢当，朕再三让你，你却不识其道，竟在朕面前动起粗来，好大的胆子！玉帝，为了自己一点点可怜的尊严，竟视冤案有如不见，视人命如同草芥，包庇佞臣弹压正直，如此处事，当年的天帝少昊有什么区别？少昊被众神推翻，最终死于刑天手中。如果你也如此倒行逆施，少昊便是前车之鉴。来呀，将这逆贼给我拿下！是。石敢当，你虽已进神班，但蛮横无理，不循天道，实在是罪无可赦。我今以你正法，以肃3界之律。来人！是。且慢，陛下，石敢当有大功于3界，如此杀之，人心不服啊！求陛下3思。这厮将朕比作少昊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了解，你身为朕的外甥，难道也要帮助石敢当与朕为敌吗？这。好了，此事毋庸在意。来人，将石敢当押至寡臣台，用无钩刀处以极刑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是为微臣挺身而出，微臣愿意替他而死，臣也愿替舍当而死。再有讲情者，与石敢当同罪。陛下，石敢当虽村颇横蛮，但刚烈正直，乃我天界不可或缺之人。离儿请陛下法外开恩。太上道祖请起，朕不敢受此大礼呀。请陛下开恩。太上道祖，石敢当搅闹天庭，如此之人，怎可再留天界？请陛下开恩。陛下开恩。诸位大臣，这是做什么？难道要逼宫不成？闭上你这厮的鸟嘴，否则某一刀将你劈成2片。先生息怒，先生息怒。
等起来吧，放开石敢当。大哥，大哥，陛下，石敢当村粗无礼，任凭玉帝降罚。只是漯河龙王之事如何处置，还请示下。你。石敢当，儿虽有寸功，但扰乱天界，罔顾帝尊，肆意妄为，公罪相抵，本应重处。怎奈众神相求，自今日起收回儿手中的盘古开天约。啊？什么？这武德星君、水德星君，臣在。石敢当巨月收在凌霄宝殿中，由你二人昼夜看管。是。玉帝，此事你处置不公，俺石敢当心中不服。啊，大哥，算了吧，大哥呀！诸位大神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玉帝。漯河龙王之冤，他不是不能管，而是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不敢管、不愿管。也罢，他不管我管，此事不闹出个结果，我石敢当坠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能翻身。小梁师兄，真是想不到，玉帝竟会如此不公，真是令人齿寒呐！敢当，你是石头所生，不知道人心的弱点。如果今日玉帝已慧眼察知武德星君等人陷害漯河龙王的阴谋，那就是他玉帝用人不察，处事不详。再说，漯河龙王已死去100年，已经不能复生，就算查清此事，也不过就是个说法而已。对于他来说是个说法，可对于那些受害的人，是要永受煎熬的。这就是世态炎凉。玉帝乃天界领袖，高高在上，才不会体会熬身这种小神的痛苦。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怎么在玉帝身上就偏偏看不出来呢？好了，而且你失了巨斧，便没有了威风。若不是刚刚太上老君和二郎显圣为你说情，恐怕你连性命都难保啊！我劝你，还是莫管此事。不，这事儿我管定。你当真要管？当然。哎，我听说漯河老龙王斩首后，魂魄一直在地府中，并未投胎。为什么？我只听说，每次将他推进轮回隧道，却不能投胎，被隧道的正反旋风刮了回来。哦，那却是为何？哎，很多人都说他是被冤杀的，忠魂不散。隧道中的正反旋风虽然厉害，却镇不住那一点正气，因此不能脱生。此事不知是真假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哎，千万别说我告诉你的。敢当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如今你没有了兵器，我们又无法供人帮你。哎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我记下了，在我落难的时候，哪吒小郎仍待我如故旧。容石敢当厚报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佩服你的这股精气，不论何时，永远不倒。敢当啊，你已经成仙成圣，不比从前在下界的时候，还是要懂得克制啊。早知天界是这样的，还不如去下界做妖怪呢。大哥，此事你已做到仁至义尽，小弟再也无话可说。放弃吧。是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上天入地，不闹出个名堂来，别想让我罢手。大不了我石敢当像当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般，大闹天宫。
山十圣3界护法石敢当，打开城门。快去禀告秦广大王，石圣来了。哎，请石圣稍后。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。尊师啊，你呢？回去转告武德星君，让他放心，我会对付他的。哼，他现在丢了巨斧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星君让我转告大王，明日派人送礼物过来。哦，好说好说。大王，泰山十圣3界护法石敢当来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请尊师到后面休息，让我来对付他。我要让他回不了阳间。好。好。哟，师圣，别来无恙啊！不敢，尊神便是明帝秦广大王。正是。久闻石圣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风姿绰约，名不虚传呐！不敢不敢。请。好。大王，闲言少叙。今日本尊来到这里，是想问一问明帝，100年前被杀的洛河龙王的魂魄，可是在你处收押？正是。师圣问他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玉帝将洛河龙王冤杀，命本尊将他的魂魄取回阳间。好说。既然石圣亲自来了，不要说取老龙的魂魄，就是让我随您走一遭，也不成问题呀。请坐。好。上茶。请。且休叙话，先带我去见见洛河龙王如何？好，让我查查他关在何处啊！怎么还没查到？洛河老龙不在头台之侧，我再看看另一本。秦国大王，你刚才给我喝的什么茶？什么茶？那是用9万种毒虫的毒液精心配制而成的万虫丹。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武德星君厚赐于我，要本王结果你的姓。石敢当啊，石敢当，可笑你个后辈小神，不知厉害，竟敢招惹武德星君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怎么样，尊师？这就叫手到擒来。大王妙计，小弟不胜钦佩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石敢当竟栽在了你的手里。现在怎么办？这死啊，毕竟是成神之刃，已超越生死。怎么将他放逐到阴山背后？他已服了我的万重丹，再也不能恢复法力。哼，一辈子也别想再回到阳间。狗，
就是洛河龙王。你是谁？本尊泰山十圣三界护法石敢当。原来是泰山大神，老朽有礼。不知大神怎会来到阴山背后？到了这里，就再也回不了阳间了。我是鳌山的朋友，特为龙君而来。什么？你是鳌山的朋友？正是。看来哪吒三太子说的一点不错，你果然没有投胎。鳌山还好吗？而今他被玉帝封为金神飞龙洛河司羽大龙神，接替了你原来的位置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神儿做了洛河司羽大龙神？正是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！鳌山一直因为自己之过陷辜负冤死，心中万分愧疚，千方百计想要为龙君洗雪沉冤。在下奉他之托，深入地府探查究竟。此事已经过了近100年，恐怕是难以平反赵雪。但盼鳌山能够秉信正义，做个正直之神呐！请龙君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师圣啊，阴山背后乃是众神死地，到了这里，没有人能够重回阳间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秦广王与武德星君沆瀣一气，使毒计陷害我。说什么天公地道、天不藏奸，其实一样混沌黑暗。宝龙君，别泄气，这次我石敢当要不到天翻地覆，闹他个玉宇澄清，我便永不在天界立足。而今师圣身陷阴山背后，该当如何是好啊？武德星君和秦广王这帮孽畜可能不知，玉帝赐我一般异禀，3界之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留得住石敢当。哦，是什么异禀？